老干爹一直以来都是成绩优异、人气颇高的中国老牌实力战队。从 For the Dream 时代起到正式更名老干爹，一路走来，我们的战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与庞大的粉丝群体。那么队员们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杭州，中国7大古都之一，历史文化名城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。市内有西湖、西溪湿地等众多名胜古迹，自古以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驰骋于海内外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位老干爹铁杆粉丝，和他一起到杭州老干爹基地去了解队员们的生活吧。经过前期的联系，我们和老干爹的媒介经理冻肉约到某个小区门口，亲自接应粉丝姑娘。该小区是一个成熟完善的社区，配有露天游泳馆、体育馆和健身房等各种便民设施。眼前这个飘着5星红旗的3层大 house， 就是老干爹俱乐部 CN 分队的基地。这个就是那个后掌门手。然后我先去了。交接后，冻肉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对于粉丝姑娘而言，超人蛙并不陌生，因为早在北京 ECL 线下赛上，2人就早已熟识。对了，ECL 线下赛，他们还共同见证了老干爹夺得总冠军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上楼去做什么呢？由于队员们还没有起床，粉丝姑娘随超人蛙来到楼下等候。这里也是队员们平常训练的场所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队员们却依旧熟睡着，一定是昨晚又熬夜训练了。怪不得你他妈背出来这么牛的人。百无聊赖之下，超人蛙决定先陪粉丝姑娘玩一盘。我在哪碰到6级啊，好可怜啊！弄个瓶子出来。疯了！借这个时间，我们对负责伙食的阿姨做了简单的采访。10点钟来上的班。一般他们中午吃饭得1点半。
有的人都准时起来吃饭，即便是最后一个，但是吃的蛮多的。下午第二顿饭嘛是5点半他们准时吃饭。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办公室也会来吃饭，打家常菜呀，比如排骨啊这种排骨汤啊，还有一些红烧肉啊，什么红烧鱼什么，一般都是家常菜。平时一般的是柚子呀，还有西北啊、张莲他们几个比较活泼一点，另外2个有点内向，不怎么爱说话。一般到了中午，饭菜都已上桌，队员们也该起来。小弟，酸了。我来没有吃赶快。哈哈哈。洗澡。队员们很热情地招呼粉丝姑娘一起用餐。哎，起来，那别动。这个是的，这种是的，哎，是吧？上当不承认我，上当不承认看。好，上当这个，用餐时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也许这一刻是他们最轻松的时候吧。午饭后，队员们就要准备开始一天的训练了。出去就去不了了，去订一辆德斯。他们一想，哎，队员们在做一些训前的准备工作，而教练则开始准备训练项目以及每一场训练的具体情况。训练中，队员们是不能被打扰的，所以我们的粉丝小妹妹静静地在一旁观看。借用这个时间，我们采访了超人蛙，听听他对队员们的评价吧。其实，在生活中，我觉得5位队员其实各有各的特点吧。像小八的话，就挺有大哥范儿的，在生活上也好，在队伍里打比赛也好，包括训练中，什么是就是决策权，然后加上指挥权，大部分都在他那。然后其实这一方面做的也挺好的，就是该紧的时候、该松的时候，他都尺度把握的挺好的，说话很有分量吧，应该说在这个队里头，对，大家都会听他的。然后很有情义，这个人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人。然后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帅，然后形象很好的一个人。对他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其实也算是半个文艺青年吧，喜欢看看书啊，出去看看电影啊，唱唱歌呀，去健身房啊，然后包括去到每个那个旅游景点也会买些明信片啊寄给朋友什么的，反正就挺文艺的，我觉得这人。然后女粉丝很多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懂事的人。对的，他对他家里也好，包括对我们也好，反正算是挺懂事的吧。小嘛，年轻，才20岁嘛，今年血气方刚。年轻的时候，包括这次 ECL 也看出来他特别的激动啊，然后就是拍桌狂魔嘛，大家叫他。
其实平常也挺少看到他这一面，就这一次我才突然发现，哇，野超这么凶啊！可能跟叉 B 走得比较近也是有关系吧，我觉得跟天尊他平常生活中喜欢那个大家都知道用纸用的特别多嘛，隔大概差不多1个月吧，要去一趟超市买那么大概3大包啊，3大包纸液，对，经常还要去很偏的超市去专门找这些东西，特别烦这个东西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，这种防手汗的办法，可以推荐给他试一试。盖狗的话，就是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挺笨笨的、傻傻的，然后在微博上也是蠢蠢的这种，其实不是，他挺明白的心里，非常明白的一个人。然后就发这种猎奇，就是让大家有猎奇的感觉，发一发这种蠢蠢的状态，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来收听一下他。那个内心啊有一点鸡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就喜欢抱着其他队员，要不就是其他队的队员也有，什么狗哥啊，什么这些，对，反正特别跟胖子也是特别严重。来看，有时候也抓到我吧，反正我也挺烦的，你知道吗？胖子的话就很有趣的一个人，非常有趣。就是整个队伍里面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能调节整个队伍的气氛，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啊。这方面他就做的很多，然后也很有效，让大家觉得每天训练也好，包括生活中也很快乐、很开心。特别爱吃，对吧？特别爱吃那个什么猪脚啊，特别爱吃猪脚。反正我们平常出去吃个宵夜什么的，反正只要看到也会带一份给他。对，特别爱吃这个，看到这个开心的要命。但如果你看到什么时候他不开心了，买份猪脚给他就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LGD 线的媒介，我是东肉。其实老干爹的队员们都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大男孩，比如说八岛，我在做粉丝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八岛可能是一个性格很强势、很专制的这么一个队长。但是其实当我来到这个团队之后，我就发现不是这样的。最基本来讲，他们是公众人物，可能偶尔脾气上来了、上头了，就会说脏话什么的。所以对他们的包装也好，对他们这个形象的一个维护啊，或者是监督他们去约束自己，都是很有必要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着重的从比如说这方面，还有一些他们的其他推广活动去做。其实电竞行业想要走得好、走得远的话，选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虽然我们都看不见选手他身上的担子，其实我觉得，作为比较早的这几波电竞选手来讲，他们身上是有一个隐形的担子的。假如他们能够把这个担子扛起来，那么这个行业可能真的就会变得正规，变得蓬勃起来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也不会有人去怪他们，但是可能这个行业就慢慢的式微了。而我们这些电竞从业者呢，其实在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去把这个隐形的担子给挑起来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与监督我们的工作，没有你们都是完不成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干爹来自上海的忠实的粉丝，然后呢，今天有幸能够跟干爹全队一起生活一天，收获呢还是很巨大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先说早上，因为来的比较早，所以有幸瞻仰到了各位队员的睡姿啊，我也偷偷拍了照片，尤其是拍了弟弟的照片，这个我肯定是要珍藏起来的。训练中呢，队员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吧，就是他们训练是跟其他队伍以 BO3 比赛的形式来训练的。在他们训练结束之后呢，有幸跟他们一起打一盘，队员们都挺亲切的，对我很好。然后虽然是打娱乐局吧，然后队员也挺认真的。这个明显我在这一盘里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，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，但是还是感觉很幸福啊，能够跟他们一起打一盘。其实队员呢，就是最喜欢的是迪迪嘛，他们确实跟我想象的一样，是很可爱、很幽默、很 Q 的一个人。过一段时间呢，我也会跟队员们一起去西雅图参加比赛。有了这一天的经历呢，我是更加期待西雅图之旅了。希望能在西雅图的过程中呢，发生更多有趣的事情，我也会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的。接下来，我们通过对老干爹的部分工作人员的采访，来认识一下我们国际干爹的小伙子们。英特的队员呢，相对而言都是外国的队员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，但其实他们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家伙。
漂洋过海来中国打了1年的比赛，有很多的辛酸跟困难，都挺不容易的这帮小伙子，所以他们现在确实很低迷，但是我们也在做出一些调整。他们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嘛，每个人。中国菜还是不太爱吃的，他们就很多时候阿姨做的饭不好好吃，然后偷偷的跟他点必胜客。他们去了上海，基本上1天2顿3顿都是吃必胜客或者麦当劳，就这种比较典型的就欧洲的5个小伙子。3个月前差不多是，他们伊特和森严是住在一起的，那个时候他有的房间里是非常热闹。每天从晚上7点钟，差不多训练到凌晨1、2点钟。训练的过程中还是互相嘲讽吧，就像前几天的 ECL 的现场一样，嘲讽的是比较凶的。然后还有人跺地板，导致楼下的老爷爷差不多是每周3次吧，上来找我们。像他们外国者，比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性格。他们在房间里面一般衣服是可以乱放的，钱也是乱放。他一个是吃的饭菜，就是我刚开始也来比较时间长了就比较了解他们。吃的就是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鸡腿、肉圆、牛肉，饭量也不算太多，吃的很少。高三期这个哥们儿，他来自加拿大，他呢是射手座。他这个性格啊，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乐观。他平时就特别爱看日本动漫，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吧，都是特别爱看。基本上在每场比赛中，他都不会说放弃啊。海贼王，我说这个我都好多年前就看过了，你怎么才看？他都会加油的去调整，去积极的去做。在逆境中，他也是算是比较有主意的一个人。Rex 来自美国，是一个美国小侦探，他大概就18、19岁吧，然后他很可爱，他是狮子座，比较活泼。他的作息是最标准的，不管晚上几点睡啊，早上8点钟是必须起。因为他好像有一个美国的女朋友，正常作息的话就能跟他女朋友对上。然后醒了之后，就在那儿玩他的路人，有的时候偶尔会带很多的妹子玩。他 Brax 也是最年轻的，他其实以前好像是英雄联盟的选手，在美服排第3，所以说他这个英雄联盟的水平是非常高的。皮哥是一个处女座的美少年，他确实长得挺帅的，那他也很讲究，可能是因为他是处女座的，所以他很多细节上都特别的讲究。开凯他的中文是特别棒，最好的。平时就跟我们聊的时候，他就会夹杂着很多中文的单词。他呢很喜欢吃蜂蜜，非常的喜欢。他就这种几个英雄名字都是很会读的，古法龙骑打龙骑也是他从小班那里学到的第一个中文单词。如果下次各位朋友有机会碰到他的话，可以拿点蜂蜜去贿赂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Midori 呢，脾气很不错，是巨蟹座的一个男生，但是他有的时候，在逆风局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情绪。他的情绪倒不是说去责怪别人或者什么样，就是会有一些上头。平时打路人的时候，特别爱玩那个地补师，然后地补师这英雄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比较难玩，然后也不是很逆天，所以他有时候有点上头，就开始喷路人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是，如果咱们这个队伍想要变得更好，他个人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，对，还蛮重要的。God 是白羊座的。我觉得他是个小疯子吧，他经常展现他疯狂的一面，就是挺甩的，用我家乡的话说就是挺甩的。然后他其实打中单的水平很不错，但是他这一段时间来讲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可能跟在这个外国待久了有关系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来1年多了，在这儿的话有很多陌生的东西需要他们去适应。就像让我们自己一个人跑到外地去工作啊，去念书，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他们呢就不单单是外地的，是漂洋过海
跑到外国来了。然后再让我谈谈蛙少，他这个人还是比较有亲切感，他虽然他可能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然后就是说话还带有非常浓的长沙味的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做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蛮靠谱的，做事的选择就有优先级吧。我觉得他的这个人优先级分的还是蛮清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干爹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经理入入。老干爹俱乐部呢是一个老牌俱乐部，它是09年的时候09这名选手从草根中发起的一支电子竞技战队，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，在一个国际性的大赛中获得了冠军。我是10年加入这个战队的，那个时候战队就是并没有运营团队，然后经过了这2年的发展，然后我们逐渐的创建了现在的运营团队，所以说现在俱乐部正在就是非常健康的正循环、良性循环的发展。TI3这个比赛是今年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，然后我们选手也准备了近1年的时间，他们对这个赛事也是非常的期待，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。DOTA 游戏版本的更迭，队员们状态的起伏，低迷时期成绩的不理想，这些都从未动摇过我们追求胜利的冠军之心。虽然在西雅图的比赛中，老干爹的2支战队都没能夺冠，但是老干爹，我相信你，不管遇到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坚持过来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你都是我们 LGD 粉心中的冠军。未来之路会如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小小摇摆，从开始杀到给